2026年的美国军事基地遍布全球140个国家，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%。一纸制裁能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崩溃，想打谁就打谁。之前做了几期美国和伊朗的视频，后台有朋友问我，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它为什么能这样？我在看了一下中文互联网上对美国的讲解，发现要么是官方叙事美国是帝国主义、霸权主义，要么是另一个极端美国例外论、天选之国。我个人觉得两种叙事都很片面，而且它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在告诉你结论，而不是告诉你过程以及一些细节。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快15年，从小在中国长大的我来说，我想用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帮大家看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也是中国历史的爱好者，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国家历史放在一起看会很有意思。这一期我想新开一个系列，带大家来重新看一遍美国建国的这一段历史。咱们不站队，也不洗白，也不抹黑，就是把这个国家真实的成长轨迹还原出来，让大家都看一看。因为我相信，只有真正搞清楚美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，你才能判断它接下来会往哪儿走。而这个判断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把时间回到230年前，美国国父华盛顿在他卸任演说里说了一句著名的话：“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永远不要和任何国家结成永久同盟。”时间到了5年后的1801年，另一位美国国父，美国的第3任总统托马斯·杰弗逊，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说了类似的话：“我们要和全世界的国家保持和平、通商，做诚实的伙伴，不要和任何国家结盟。”今天我们第一集就来讲一讲美国如何崛起的第一步，从英国东海岸一个不起眼的小殖民地开始。美国在法国的帮助下打赢独立战争，成功建国，随后又抓住机会买下路易斯安那，以及在墨西哥内乱和国力衰弱的时候，通过美墨战争迅速向西扩张，初步变成了北美的区域强权。也正是这个阶段，昭昭天命的叙事开始出现，为美国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。先说一个反常识的事情，华盛顿是个常败将军，这不是在黑他，这是历史记录。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屡败屡战，才能让法国在最后介入，来帮美国打败了英国。这张图大家一定都见过吧？这是一张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收藏的大雾中的撤退。故事讲的是1776年8月，长岛战役，华盛顿大败，险些全军覆没，最后有幸靠着大雾连夜撤退，逃出包围圈。如果没有这一场大雾，那美国独立运动可能第1年就结束了。1776年夏天，英国军队登陆纽约，从那一刻开始，华盛顿整整输了一整年。先是长岛战役，英军从侧翼包围，美国防线一触即溃，华盛顿的主力部队被困在长岛，英军完全可以趁势围歼。但在这个时候，大雾来了，趁着这个雾，华盛顿带着将近9000人，用小渔船一批批的悄悄渡河撤回曼哈顿。等英军将领第2天追过来的时候，已经人去营空。这场撤退拯救了整个大陆军，但也不要搞错，这是一场逃跑，不是一场胜利。撤回曼哈顿后，华盛顿继续输，哈莱姆高地败，白园败，华盛顿堡就是曼哈顿岛上最后一个据点，3000名守军全部投降，其中3/4的战俘死在了英国人的囚船上，没有活着回来。里堡放弃，纽约市拱手相让，5连败，英军占领了整个纽约。然后英军一路往南追，华盛顿带着残部横穿新泽西，一路退，一路退，一直退过了特拉华河，退进了宾夕法尼亚。那是1776年12月，独立战争打响1年半之后，华盛顿手里只剩几千人，士气跌落到了低谷，很多士兵的服役期到了，直接回家了。
国会已经逃离费城，整个独立运动眼看就要垮。1777年，华盛顿又输了当时的美国首都费城，一个把首都都丢了的将军，你说他是胜是败？但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华盛顿输了这么多场，他的军队还在。英军的一场又一场的胜利，并没有找到机会把华盛顿彻底围歼。美军一次次的最后关头逃走，这不能全算华盛顿的战术天才，有时候是英军太保守，有时候是运气。就譬如说那场救了9000人的大雾，没办法用战术来理解。当华盛顿在前线打仗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做同样重要的事，本杰明·富兰克林，另一位美国国父。70岁的他坐船横渡大西洋，去巴黎敲法国人的门。他的任务是说服法国出钱、出枪、出兵支持美国独立。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法国人给了富兰克林一个明确的前提：除非你们能证明美国能赢，否则免谈。问题是，富兰克林刚到巴黎，就收到了华盛顿输掉长岛战役的消息，然后华盛顿堡失守，接着是新泽西大撤退，最后连费城都丢了。富兰克林每隔几个月就要硬着头皮去法国外交部，一边汇报最新的败仗，一边还要说：但是我们还能赢，请相信我们。其实前期的失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，英军毕竟是有了那么多年战斗经验的老牌帝国军队，美军只是临时组建的民兵集团，并且在当时美国最能打仗的就是华盛顿。但经过2年失败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华盛顿以及他的手下一些新的将领们不断学习，美军才有了进步，终于打赢了这场重要的萨拉托加战役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美军赢了，英国将领带着6000人投降。这幅图描绘的就是这个场景。消息传到巴黎，法国外交部长当天就上门来找富兰克林，终于在1778年2月6日，美法同盟签署条约。法国的钱、枪、海军从这天开始正式入场。时间到了1781年的10月，约克镇战争打响，这是独立战争的最后一战，最决定性的一战。法国海军在海上封锁了英军的退路，法国陆军在陆地上配合美国围困英军。这场战役大家可以看一下维基百科的页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美军有6000名的士兵以及3000名的民兵，法军有11000名的正规军和29艘战舰，英军只有大概5000人。这是一次对英军的彻底围困打击，英军在数量上完全少于美军。可以说，在这场决定性战役中，法国军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有人可能想问，那法国为什么要帮美国？这不是因为热爱自由，也不是因为拉法叶有多浪漫，他们是因为要报仇。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10多年，从1756年到1763年，法国和英国打了一场7年战争，法国输给英国，丢了大量殖民地，元气大伤。法国人看到美国人要独立，全国一致觉得这是个削弱英国的机会，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本质上是英法全球争霸的一个分战场。美国是法国用来对付英国的一张牌，这就是历史真相。这是维基百科上面对于7年战争的战例和损失描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主战场。英国和普鲁士一方投入了快接近100万的军队，死亡就有34万。法国和奥地利一方还有俄罗斯也投入了超过150万的军队，死亡的士兵就有超过50万。和这个规模相比，美国独立战争简直就是小儿科。再说一个细节，验证这个判断：独立战争后30年，1814年，英美又打了一仗。英国军队从加拿大直接打进华盛顿，烧了白宫，烧了国会山。一个真正打败了英国的国家，会30年后被英国烧掉首都吗？所以结论很清楚，
美国独立很大一部分靠的就是英法博弈，而不是美国打赢了英国。就在路易16拼尽最后一口气，帮着美国独立打赢英国，没过多久，法国内部也发生了法国大革命。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，一直到拿破仑在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，趁着法国大革命，法国在美洲最重要的殖民地海地，当时叫做圣多明戈，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。1797年，十几万奴隶拿着武器，杀死了种植园主，烧掉了种植园。法国人用了十几年都没有镇压下去。海地当时贡献了法国40%的蔗糖和60%的咖啡，是整个法国殖民帝国的现金奶牛。拿破仑的计划是用海地的糖业收入支撑法国在美洲的帝国版图。而路易斯安那就是这个帝国的粮仓，专门给海地提供粮食和物资，两者是配套的，没有海地，路易斯安那便毫无价值。1802年，拿破仑下了最后一把赌注，派他的小舅子勒克莱尔将军带着3万精锐远征军，坐船横渡大西洋，去重新夺回海地。结果是一场灾难，法军打赢了战场上的正面交锋，甚至抓住了起义领袖杜桑·卢维图尔。但随后黄热病开始收割，热带的蚊子不分敌我，法国士兵一批批的倒下。到1803年，2/3的远征军已经死亡，其中大部分不是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在病床上，连勒克莱尔将军本人也死于黄热病。海地的奴隶用文字打败了拿破仑的精锐，美洲帝国的核心资产没了，路易斯安那这个粮仓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。与此同时，欧洲的局势也在逼着拿破仑做出这个决定。英法之间脆弱的和平即将破裂，新一轮大战迫在眉睫。拿破仑的财政大臣算了一笔账，一旦开战，英国皇家海军随时可以切断大西洋的补给线。路易斯安那远在万里之外，法国既守不住，也养不起。与其等英国人直接从加拿大方向把它抢走，一分钱捞不着，不如现在主动卖给美国，换回1500万美元的真金白银，直接充当军费。这是一笔非常现实主义的买卖，把远方守不住的资产套现，集中资源打主战场。拿破仑的战略重心从来都在欧洲，北美不过是他棋盘上一枚无关紧要的棋子，既然留不住，不如卖个好价钱。这几件事情撞在一起，让美国捡到了宝。在法国的美国使节是利文斯顿和未来的美国总统门罗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拿破仑就主动提出：我不仅仅卖新奥尔良一个城市，我要把整个路易斯安那都卖给你。美国使节们当场就懵了，他们的授权只是去买新奥尔良港口的使用权，预算最多1000万美元。结果对面突然说，整个密西西比河以西都给你1500万打包。美国使节连夜拍板签了这笔交易，美国相当于以今天4到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今天美国15个州的土地，包括密苏里、阿肯色、艾奥瓦、堪萨斯、内布拉斯加、科罗拉多等等。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笔领土收购，谈判前后只花了2个星期。没有海地革命，就没有路易斯安那购地；没有英法战争，拿破仑不急着套现，也就没有军费压力。那没有这几个条件同时成立，美国也不可能用1500万美元买下半个大陆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随着路易斯安那的收购，美国的历史将会打开西进的篇章，也就是美国版的西部大开发。由于西进，就不可避免的和刚刚独立的墨西哥碰到一块儿，也就发生了接下来的美墨战争。这2个我们留到下一期再讲。谢谢大家，喜欢的话希望大家点赞、关注，一键3连。